美国邮轮为聚焦1167万港务费，取消挂靠中国港口，改道去了韩国。话说2025年的10月15号，一艘名叫里维埃拉的美国豪华邮轮，本来呢它应该呜的一声汽笛长鸣，风风光光停靠在咱们上海港。结果呢就在离上海港一步之遥的时候，船长突然广播了：各位乘客，不好意思，咱们的行程改了，上海去不了了，我们现在改道去韩国釜山。啥玩意儿？船上当场就炸了呀！很多乘客直接就不干了，不去上海，你去釜山？我跑去釜山干嘛呀？我看韩剧吗？我这假都请了，钱都花了，我就是奔着上海来的呀！你现在给我拉到釜山去，退钱必须得退钱呀！你想想那个画面啊，一艘豪华的游轮，本来应该是香槟晚宴特享受的，结果秒变维权现场啊！乘客们那叫一个气啊！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？我花大价钱买的上海豪华游，你给我整一出釜山泡菜游，这事当时就上了新闻，大伙都纳闷啊，这好端端的马上就到门口了，怎么说拐弯就拐弯呢？是上海港口雾太大了，还是这艘船没油了？都不是啊，这艘里维埃拉号啊，它不是不想来，是它不敢来啊。为啥呢？因为就在它到港的前一天，10月14号，咱们中国这边出了一个新规矩，你里维埃拉号啊，要想在这个上海港停一下，可以没有问题，先交一笔特别港务费，多少钱呢？我跟你说个数啊，1167万人民币，你没听错，1167万，这可不是1年的钱啊，这是你停一次你就得交的停船费。这美国邮轮公司一听，当场就懵了呀！这艘船背后的老板叫诺维珍邮轮控股公司，也是个大集团啊。他们的会计赶紧拿计算器啪啪一顿按啊，老板不得了了呀！咱们这趟船拉1000多号人，辛辛苦苦从西雅图开过来，绕了小半个地球啊，估计总共也就赚个1800万。他这一张嘴就要1167万，咱们这趟活不光白干，还得往里倒贴钱啊！这老板一听，哪行啊？资本家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做慈善啊！这笔买卖亏本啊！于是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啊，里维埃拉号就在上海港口一个急刹车，反正就是一个神龙摆尾，灰溜溜的奔韩国去了。哎，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啊，咱们凭啥收他这么多钱啊？1167万，这不是抢钱吗？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啊！这钱呀，还真不是咱们瞎要的。咱们这个规矩啊，叫《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实施办法》，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，是按照净吨来算的。这艘里维埃拉号，咱们一查，好家伙，吨位在那摆着呢，按照每净吨400块钱的标准，这么一算，1167万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而且这还只是今年的起步价啊，按照咱们的规矩啊，这个费用是阶梯上涨的。今年是410吨。到了2028年，那就要涨到1120块1吨。我的天哪！要是按这个算法哦，这艘船一年来个中国5趟，今年就得交5835万。那要是到了2028年啊，一年光这个停船费就得1.63个亿啊！这还做个屁的生意啊！干脆把这个船卖了得了。说到这儿，大伙是不是觉得咱们这次干的有点狠呀？把人家豪华游轮都给吓跑了？哎，你要是这么想，可真就冤枉咱们了啊！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。这个事儿它就不是咱们主动挑起来的，这根儿啊，在美国那边。今年的4月17号，那个时候啊，老美那边突然发难了，他们对咱们中国的海运还有造船业啊，搞了一个所谓的301调查。这个301调查是啥玩意儿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他们美国国内啊自己搞了一套加法，看谁不顺眼啊，就说你贸易不公平，然后就要制裁你，就要给你加关税。老美为啥突然要搞咱们的造船业呢？2字儿，急了。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啊，现在全世界的造船业谁是老大？是咱们中国。这个不是我瞎编的哦，我给你念组数据啊。现在全球的船舶订单超过50%，也就是一半以上啊，都流向了咱们中国的船厂。就说今年2025年头4个月，全世界新造的船有67.6%啊，都是咱们中国接的单。老美一看这个数据啊，眼都红了啊！你中国不光会造鞋、造袜子、造手机，你现在连万吨巨轮、航空母舰、豪华游轮你都能造了啊，还造的又快又好又便宜。那我们美国的船长怎么办啊？我们的工人怎么办啊？美国的算法打得可精了呀！他想啊，我得想个办法呀，把这些订单从中国手里抢过来。抢给谁呢？抢给我们美国的小兄弟日本和韩国的船厂。当然了，最好是能抢回我们美国自己手里。那怎么抢呢？美国就想了一个损招，他们宣布啊，从10月14号开始，只要是从你们中国造的，或者是你们中国公司运营的船，赶来我们美国港口停靠，对不起，交钱。
钱，交多少呢？每净吨高达50美元。你看啊，他这个招数是不是跟咱们的招数一模一样啊？他是想通过这种天价过路费的办法，逼着全世界的船老板们想，哎呀，我这个船要是从中国买的，我去一趟美国就得交这么多钱，太不划算了呀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别买中国造的船了，我去买美国造的、日本造的？那他这么一搞，既打了咱们的造船业，又把订单和就业机会抢回了他们那边去，这个算法是不是打得噼里啪啦响啊？这不就是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吗？这完全就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规矩啊！咱们能惯着他这毛病吗？当然不能。他不是宣布10月14号生效吗？行，咱们中国交通运输部同步宣布，我们也在10月14号这一天实施反制。你美国不是要收我们中国造船的钱吗？好啊，我们就收你们美国造、美国有、美国运营船的钱。你不是要针对我们吗？那我们就针对你。你看这个时间点啊，这个政策力度是不是对等啊？咱们这叫一报还一报，礼尚往来。所以啊，这艘里维埃拉豪华邮轮它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？因为它完美的踩中咱们反制的所有雷点。第一，它是不是美国公司运营的？是。那第二呢，这家公司美国的股份是不是超过了25%？是。第三，这艘船是不是美国造的或者别的国家造的？是。齐活了，不好意思，您这1167万一分钱都不能少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你可能会觉得咱们这就是简单的以牙还牙，你打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脚。不，那你就小看我们的智慧了啊！如果光是对等反制，那顶多叫同归于尽，叫两败俱伤。咱们的政策比美国那个一刀切的笨办法那个高明太多了。咱们的政策里啊藏着个神之一手，一个豁免条款。什么叫豁免条款？咱们规定是这么说的啊，你美国公司，你美国老板没问题啊，但是只要你这艘船是在咱们中国造船厂建造的，那你来我们中国港口啊，这笔1167万的特别港务费免了。你听明白这招了吧？你品，你细品，这哪是打架呀？这简直是在给全世界的船老板指了条明路呀！咱们这等于给全世界的航运公司说，各位老板，你们看好了，现在呢有2个选择摆在你们面前。选择一，你去美国、去日本、去韩国买船啊，那好，你这船以后来中国啊，你停一次啊就得交钱。那选择二呢，你来我们中国船厂买船，你来我们这儿下单，你这船以后不管来中国停多少次，这笔天价停船费啊，我们全都给你免了。各位老板，你们自己选吧，你们是想选择那个贵的呢，还是想选择我们这个便宜还免单的？这一下可就打到了美国的七寸上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美国他想用这招伤敌1000，可是他忘了啊，他自己先得自损800啊！美国它最大的短板、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它自己的造船业早已经积重难返，说白了就是稀巴烂呀！大伙儿可能还不信啊，美国不是世界第一吗？造航母那么厉害，怎么造个民用船就稀巴烂了？当然，真不是我瞎说啊！美国呀，它100多年前搞了一个琼斯法案，这个法案本来是想保护他们本土的造船业，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跑的船必须是美国造的。结果呢，这么保护了100年，把他们自己的船厂全都给保护死了。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啊！你猜猜，现在美国造一艘船比咱们中国造要贵多少啊？5倍啊，整整5倍。就说2022年，有个美国公司在他们自己国家订了一艘集装箱船，一艘船造价多少？3.33亿美元。而同样级别的船啊，拿到咱们中国来造，你猜多少钱啊？5500万美元。我的天哪，3.33亿对5500万，这差价啊，能在中国再造5艘了。你说这美国船厂它有什么竞争力啊？不光是贵啊，他人也没了。美国的年轻人谁还愿意去船厂当工人啊？又脏又累的，工资呢还不见涨。费城那边的造船厂学徒工严重流失啊，老师傅退休一个少一个的，船厂都快成养老院了。他们给这个海军造个星座级护卫舰，开工2年了，你猜这个进度完成了多少？10%。那这就算了啊，最逗的是什么？他美国造船业现在已经严重依赖咱们中国的供应链了呀。你美国造船用的那个什么泥缸，造船用的电子导航系统60%呀，是从咱们中国进口的。就连韩国公司给美国海军造个训练船，他们发现船上80%的电缆都得从咱们中国采购。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你美国就是个包工头，你那个船厂就是个组装厂，你连零件都造不起，你还想跟咱们这个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斗？你这不是端着咱们的碗吃咱们的饭，回头还要砸咱们的锅吗？所以你看这个事儿的结果是啥？咱们的神之一手一使出来啊，老美那边当场就破防了。
就在咱们这个政策生效后没几天，立竿见影啊，立马就有5家国际大型航运公司直接取消了在美国造船厂的意向订单，扭头就跟咱们中国的船厂签了合同，总金额高达28亿美元。人家船老板又不傻呀，账谁不会算呀？我花5倍的价钱在你美国造个船，回头去趟中国还要再交钱，我图啥呀？我直接在中国造，便宜量足，还终身免停船费，这不香吗？这一下美国本土的造船厂可就惨了。巴斯钢铁厂听说过吧？老牌军工船厂啊，已经开始裁员了。老美这回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，本想打压咱们，结果一锤子砸到自己脚上了。这不就在里维埃拉号灰溜溜跑去韩国的同时，美国那边的财政部长已经主动给咱们打电话了，早干嘛去了呀？所以朋友们，咱们回过头来看这艘里维埃拉号游轮，它不去上海改道去了釜山，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咱们吓跑了客人，咱们损失了一笔旅游收入，可是实际上呢，这艘船的狼狈逃跑恰恰证明了咱们的反制措施打得有多准，打得有多疼。这艘船就是美国造船业外强中干的一个缩影。这场由美国先挑起来的贸易博弈啊，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。因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，竞争靠的不是你嗓门大，靠的不是你单方面的制裁，靠的是实打实的产业链实力。咱们的底气啊，就来自于咱们那些灯火通明的船厂，来自于那些技术过硬的工程师，来自于咱们能造出全世界67.6%的新船的强大实力。这一艘游轮的航线改变啊，不是一个结束，它只是一个开始。它告诉全世界一个道理：想在原则问题上耍小聪明，想靠霸权来撼动市场规律，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自讨没趣，沦为一个国际笑话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，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